不用出门是一个，我觉得它是一个明显的好处。应该是说从加入新创开始，就是人生巨变这样。大家的工作都打杂，整个工作都打杂。或者 DI demo 说，老实说有一半时间我都在放空，因为我真心的听不懂。有这种科技冷漠的感觉。科技冷漠，每一件事情都很挑战，很有韧性的团队。大家好，我是大宇，然后我主要是负责 Hybrid 的 App 开发的部分，那大部分时间会在主要是负责界面端为主，然后还有一些少部分的 Web 啊或者是后端的部分，有点有这种科技冷漠的感觉。当下你直接被叫到小团队里面去，然后用 Slack 沟通的话，你应该也会，你就会觉得说哈，太小。其实说是挑战，我觉得是好的那一面，是说，因为我们主要是走敏捷嘛。那以前我有待过的团队也都是有走类似 Scrum 的流程，但是 Nimbus 这边是真的有在落实，就是像我们每天固定的 Daily Sync 啊，然后还有 Kick Off 啊这一些的，还有大大小小的一些简短的会议，然后来 sync 进度啊跟一些讨论，我觉得是蛮好的。但是因为以前没有这么落实过，所以就变成说一开始要习惯，其实是还是需要一小段时间，就是会习惯，就是他的会议会比较频繁的讨论这样子。我是 James。那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吗？我自我介绍只有写我是 James。整个团队的文化对我来说是感觉是非常特别的。大家不会说就是想要解决就是提出问题的人，就是会去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提出一个问题的话，那大家都会去很认真思考说是那这个问题就是要怎么样解决，然后就是会有很认真的讨论。那即便说比如说这个问题它可能是可能会就是说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是会蛮花功夫的，然后会需要一些就是额外的努力。那大家其实也会就是去很认真的去想说就是那我们要就是怎么样去面对它的，怎么样处理它的。好，那其实就是因为说，像比如说我们每次 kick off 的时候，就是其实都会定说，就是这个 sprint 就是有哪些构要达成的。然后就是那其实因为我们是像比如说我们是远端工作的关系，所以就是说会大家比较不会说去像在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就是可能随时都可以知道彼此的状况。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像我们每天的那个 daily stand up meeting 就会变得很重要。所以说那就是一个就是我们每一天可以就是了解一下说大家就是可能前一天大家做什么事情啊，然后今天打算要做什么事情，有一个就是让大家可以去做一个思考的会议。我觉得最明显的差别可能就是说一个当然就是说需求变得很快，这个是就是我们在开发的时候都会有很明显的感受。但其实就是我觉得另外一点是说，就是你会很明显的感觉到说，就是你做的东西是就是可能就是一瞬间就变成是产品了，一瞬间就变成一个夸大的那种感觉。我叫 Scott， 然后我在 Numbers 负责的部分大概是在做测试，然后还有一些协助做一些文件，大概这样。每一件事情都很挑战。对啊，因为因为在 Numbers 很多事情是之前从来没有做过，所以每一件都算是个挑战。测试会比较偏向是对于一个产品有利，就是在公司来讲，对于产品有一个就是算是一种保证吧，就是出去的东西至少不会说完全不能使用。对，所以对于测试来讲，我的感觉是这样。好，我是 Sophia， 然后我在 Numbers 团队里面主要工作就是负责 marketing 跟 business development， 就是所有 RD 不做的事情。对，然后杂事王。是 Latisha， 然后在 Numbers 也是做就是 marketing 的部分，基本上也是就是处理是 Sophia 系列的杂事。那这个杂事非常多元，可能跟以往的形象稍微不同这样子。我觉得这边不一样的时候是这里的执行度很强，然后也来得非常快速。以一个活动专案来讲，好，通常在做形象的话，可能要2到3个月时间筹备。我们今天早上才跟他说，就是我们1个月后要办一个活动哦，这样。但像他刚刚说，就是一般来说都是2到3个月的筹备期，但我们常常会就是压缩到只有1个月这样。对，然后我们就人员会比较少，所以一个人需要做的事情就比较多。那
我觉得就是最难问题就是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就是你不要怕不敢问，你一定要问，你才可以得到答案。我眼中的 Numbers 就是一个很坚强的团队，然后想要做一件可以改变世界的事。就是 Numbers 可以是一个公司的名，它可以是由任何人来经营。可是对我来说，就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s 就是这一群人组成的，然后他们去共同创造了一个就是属于 Numbers 的公司文化，然后想要做一点就是可能别人无法理解的很伟大的事。对。然后我是，然后我是他们的团队。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团队，就是这个团队形成的 Numbers， 然后它是一个很有韧性的团队。那虽然说目前这个团队的 focus 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看见的就是资料在下一个时代，认为这个团队最强的应该还是有 vision， 然后有韧性，然后可以应付所有变动。Hello， Peggy 然后我是 Numbers 的创办人，然后在团队里面也主要负责商品开发的规划，然后我的背景是物理，然后是资料相关的背景，然后所以因为 Numbers 就是一间资料为主的公司，所以我觉得刚刚问到说为什么会创立 Numbers， 我觉得还蛮自然的，有点像是说，或者是我就会在大公司里面工作，那或者是我可能就会自己创立一间像是 Numbers 这样的公司。希望 Numbers 可以成为就是下一个世代的资料应用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 provider。